你好啊，这里是默默的投资笔记。今天想和大家聊聊诺和诺德这只股票，就是那家靠减肥神药司美格鲁肽火遍全球的丹麦药厂。单看它 10.9 倍的市盈率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但结合它的基本面，这个估值就显得格外良心。盈利增速高达 67%， 毛利率 83%， 股东回报率更是超过 70%。 这样的优质公司估值居然比不少传统制造业还低。我把技术面、估值逻辑、基本面、核心数据还有多空情景都仔细梳理了一遍。首先给出我的结论，我对诺和诺德的评级是增持，12个月目标价区间在55到64美元，现在股价是 45.88 美元，性价比真的很突出。至于具体配置多少仓位、适合的介入时机以及需要注意的风险点，接下来我会一一拆解。诺和诺德在 GLP-1 这个领域绝对是龙头老大，这类药物最初是用于治疗糖尿病的，后来人们发现它还有显著的减重效果，这一下子就引爆了整个市场的需求。不过这只股票从去年的最高点下来已经跌了差不多 35%， 从每股70多块一路跌到最低34块多，几乎是腰斩了。我梳理出了4个关键数字，我觉得这是理解这只股票当前状况最核心的信息。第一，它的市盈率只有 10.9 倍，而这家公司的历史估值均值在20倍以上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的价格相当于在历史平均水平上打了个5折。第二，它的毛利率高达 83.2%， 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每卖出100块钱的药，就有83块是毛利，剩下的才是成本。这个水平在制药行业里绝对是顶尖的。第三，它的盈利增速达到了 67.1%， 公司正在高速的赚钱，但股价却跌了 35%， 这种业绩和股价之间的剪刀差让我特别在意。第四，它的股东回报率 ROE 更是高达 71.4%， 这个数字可不是靠借钱撑起来的，背后有 37% 的净利率在支撑，是实实在在的高质量盈利。诺和诺德最新股价为 45.88 美元，当日涨幅达 6.23%。 回顾过去52周，该股最高曾触及 70.47 美元，最低则探至 34.93 美元。当前股价较年内低点已反弹约 30%， 但距离历史高点仍有约 35% 的差距。观察其股价走势，自去年第3季度起，受里来竞争加剧的市场定价影响，股价开始显著回落。进入今年第1季度，随着口服版药物临床进度不及预期的消息传出，股价进一步下探至低点。对于今日的大幅上涨，其具体驱动因素目前仍在核实中，可能源于新的利好催化剂，也可能是市场情绪的阶段性反弹。我们再来聊聊诺和诺德当前最核心的估值问题。先给结论，这家盈利还在高速增长的公司，现在的估值怎么看都算便宜，这种情况其实挺少见的。之前提过它市盈率是 10.9 倍，它的盈利增速有 67%， 用 PEG 算下来只有 0.16， 一般 PEG 值低于1，就说明增长没有被价格充分反映。 0.16 这个数几乎等于市场完全没把它的增长当回事儿。另外2个关键指标也很有意思，企业价值除以经营利润才 1.89 倍，企业价值除以营收更是只有1倍，这意味着花1块钱买这家公司就能得到1块钱的年营收。而医药行业这个比率通常在5到15倍之间，要么是市场在杀估值，要么就是对它未来增长的预期已经被砸得稀碎了。再看分析师这边，9位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均值是 46.9 美元，最高63美元，最低 39.5 美元，当前价格刚好在均值附近。但如果按保守的15倍市盈率算，以每股 4.26 美元的盈利为基础，合理价格应该在64美元左右。当然也有定价风险，要是市场的悲观预期成真，比如 GLP-1 竞争进一步加剧，或者口服药物路线遇到阻碍，估值可能还会往下压。但我觉得这个风险已经差不多在当前价格里消耗完了。我们从财务角度先看亮点，再谈问题。亮点非常突出， 83.2% 的毛利率， 61.6% 的营业利润率， 37.2% 的净利率，这3个数据组合起来，清晰体现出公司极强的定价能力，每卖出1块钱的药品就能有近4毛钱的净利润落袋。24% 的营收增速搭配 67% 的盈利增速，说明规模效应正在显现，
成本端的增长速度慢于收入端，利润增长跑赢了营收增长。再看 ROE71.4% 的水平相当亮眼，用杜邦分析拆解后发现，这主要是靠盈利能力支撑起来的，而非依赖杠杆。资产负债比率没有异常，总债务处于可控范围。这种盈利驱动型的高 ROE 质量更高，不用担心一旦去杠杆就会出现业绩崩塌的情况。另外贝塔值 0.35 意味着这只股票的波动远低于大盘，防御属性较强，接近 4% 的股息率，也能为持有期间提供现金流托底。不过问题也不容忽视，一是李来的竞品正在抢占市场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威胁；二是口服版药物的研发进度是最大的不确定性，一旦关键数据不及预期，市场很可能会对公司重新定价。整体来看，公司基本面没有恶化，当前的股价下跌更多是市场情绪导致的估值调整，而非业务本身出现了问题。我基于公开信息梳理了公司未来的3种可能走向：多头情景，概率 30%， 目标价70到80美元。若口服剂 LPE 3期临床成功，市场将重新定价，维格维渗透率超预期，年增速持续保持 35% 以上。李来的竞争未对核心糖尿病业务造成实质侵蚀，美国药价谈判对营收影响有限。基础情景概率 50%， 目标价55到64美元，这是我认为最可能的路径。GLP-1 市场维持 25% 左右的高速增长，竞争格局相对稳定，双雄格局持续，市盈率从当前 10.9 倍缓慢回升至15倍，股息持续兑付，汇率保持中性。空头情景概率 20%， 目标价35到42美元。若口服药物多条管线失败，成长逻辑完全崩塌，李来快速抢占 GLP-1 市场超半数份额，美国强力压制药价，丹麦克朗大幅贬值侵蚀 ADR 持有者收益。当前公司股价为 45.88 美元，处于基础情景与空头情景之间，说明市场当前定价偏悲观，向上弹性大于向下空间。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目标价我定在55到64美元之间，目标买入区间43到47美元。当前 45.88 美元，刚好在这个区间内，可以考虑分2到3批建仓，单批仓位控制在 5% 以内，不要 all in。如果今天这波大涨背后是纯情绪驱动，没有实质催化剂，等回调到43到44美元附近再介入会更稳。如果有实质性好消息支撑，可以现在开始布局。加仓区间在40到42美元，也就是在基础情景和空头情景之间继续摊薄成本。止损参考52周低点附近，也就是35美元一带。如果跌破这个位置，说明空头情景开始兑现，需要重新评估。对于已经持仓的朋友，持股目标是55到64，持有期间有将近 4% 的股息托底。如果股价突破52美元，可以适当减仓锁定一部分利润。总结一句话，估值已经被打到历史低位，基本面没有实质性恶化， GLP-1 的长期成长故事还没有结束，当前是比较好的布局时机。如果你也在研究诺和诺德或者减肥药这套赛道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行业看法。觉得内容有用的话，点个赞并关注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见。